最近，一条关于新加坡新能源的新闻引起了不少关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达到1742兆瓦，比上一年增长 22%。相比10年前，这个数字增长了6倍多。更令人意外的是，新加坡原本计划2030年完成的太阳能部署目标2000兆风瓦，提前5年就实现了。本地太阳能装机容量从2020年起每年实际增长 31.7%， 比目标增速 28.4% 还要快。因此，能源市场管理局把目标进一步提高，计划2030年部署至少3000兆风瓦太阳能。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不过就是又一个国家在响应全球减排，努力发展新能源的普通新闻罢了。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报道里的另一句话。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金晨元博士说，新加坡在扩大太阳能部署的同时，也应加快跨境可再生能源进口。如此一来，新加坡不仅能更快实现能源领域脱碳化，也能成为东南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贸易中心。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院联席院长曾少华教授也说，区域能源贸易是新加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机遇，尤其是通过海底电缆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从澳大利亚进口低碳电力。这里才是整条新闻真正的重点。一个几乎没有能源资源的国家，为什么会把目标定成整个东南亚的能源中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加坡正在复制的一场奇迹。众所周知，今天的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石油贸易、炼化和航运中心。普世能源资讯在这里推出新加坡石油基准价，推动新加坡成为亚洲石油定价中枢。时至今日，新加坡仍然是亚洲领先的石油交易中心。可问题来了，新加坡有石油吗？几乎没有，没有大型油田，没有天然气资源。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亚洲能源中心？答案只有一句话：新加坡经营的从来不是资源，而是资源流动。1965年之后，新加坡推出了战略性的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投资，吸引了壳牌、埃克森美孚等能源巨头入驻。它位于世界主要贸易航线之上，海运发达，港口吞吐能力强，拥有庞大的独立存储能力与完善的物流系统，转运石油非常方便，成本较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就意识到，亚洲经济会快速增长，能源需求一定暴涨。如果自己不能生产石油，那就成为石油运输、炼化、储存、交易和金融中心。于是几十年下来，新加坡建立起完整的石油产业链，港口、油库、炼化、贸易、保险、金融、航运。真正赚钱的，并不是石油本身，而是围绕石油建立起来的整个服务体系。所以，新加坡从来不靠拥有资源取胜，而是靠管理资源取胜。过去管理的是石油，未来管理的是绿色电力。资源可以属于别人，但资源流向可以属于新加坡。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眼下的新能源时代。为什么新加坡不断提高太阳能目标？难道他真的准备靠太阳能实现能源自给？其实并不是，因为新加坡自己非常清楚，国土面积有限，没有大型荒漠，没有大型山地，没有丰富风能，也没有大型水电。太阳能板铺的再多，也终究会遇到上限。那为什么还要不断增加目标？因为太阳能只是第一步，真正目的是建立完整的新能源体系，太阳能发电、储能系统、智能电网、能源数字管理、跨境输电。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也指出，新加坡中短期内可通过部署更多太阳能板，并结合智能电网和电池储能系统，推进能源转型。换句话说，太阳能不是终点，而是一张入场券。新加坡的目标是到2035年进口最多6吉瓦绿色电力，满足约1/3的电力需求。截至目前，
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已向11个项目发出有条件批准，从澳大利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拉越和越南进口总计约8000兆瓦的低碳电力，其中从印尼进口 3.4 吉瓦，从柬埔寨进口1吉瓦，从越南进口 1.2 吉瓦。所以，新加坡不断提高太阳能目标，不是为了自给自足，是为了向整个区域证明，我有能力管理绿色能源，我有能力成为这个区域的能源枢纽。报道里还提到了2个关键词 Australia Asia Power Link 和亚细安电网，很多观众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其实，它们意味着一件事情，未来，新加坡并不打算只用自己的太阳能，而是准备连接整个区域。澳大利亚拥有世界级的太阳能资源。Australia Asia Power Link 项目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领地建设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基地，通过一条4300公里的高压直流海底电缆，将绿色电力输送到新加坡。2024年10月，这个项目已获得新加坡的有条件批准，预计供应新加坡高达 15% 的电力需求。印尼拥有丰富的水电、地热资源，马来西亚沙拉越拥有大量水电潜力，与新加坡的海底电缆项目讨论进展顺利，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已给予有条件批准。亚洲开发银行已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亚细安电网投入高达100亿美元，用于跨境输电、国家电网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亚细安在2025年宣布了加强版亚细安电网谅解备忘录。这意味着什么？未来，通过海底电缆和跨境输电网络，澳大利亚正午过剩的太阳能、印尼晚上的水电、马来西亚的绿色电力都有机会输送到新加坡。到时候，新加坡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一个用电国家，而是区域能源枢纽。整个东南亚未来的绿色电力都有可能在这里汇聚、交易、调度。未来最重要的不一定是谁发最多电，而是谁连接最多电。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新能源的竞争就像是军备竞赛，谁的太阳能板多，谁的风机大，谁就赢了。其实，未来价值更高的是另一件事情：能源交易、跨境电力市场、能源金融、碳交易、绿色认证、风险管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未来澳大利亚中午太阳能过剩，印尼晚上用电高峰，马来西亚出现电力缺口，谁负责协调？谁负责交易？谁负责结算？谁制定规则？这些恰恰就是新加坡最擅长的事情。曾少华教授说得很直接，新加坡的优势在于融资、监管和电网管理。过去，他建立的是石油交易体系，未来，他希望建立的是绿色能源交易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越来越强调融资能力、监管能力、电网管理能力。因为真正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并不仅仅是谁发电，而是谁组织整个市场。过去，全球能源中心依靠石油港口，未来，区域能源中心可能依靠电网，而新加坡希望成为这张电网最重要的节点。为什么新加坡如此重视能源？答案其实很简单，过去几年，全球已经经历了太多能源危机，俄乌冲突、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中东局势紧张。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指出，中东局势不稳定再次凸显，可再生能源是应对化石燃料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最具成本效益和稳定的保障。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较低的国家相比，投资于能源转型的国家在危机中蒙受的经济损失较小。金元博士也预料，中东局势将促使极度依赖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亚洲国家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于新加坡来说，单纯依赖进口天然气，风险越来越高，所以它必须提前布局。一方面提高本地太阳能和储能能力，另一方面扩大跨境绿色能源进口。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打造成为区域能源交易中心。这样，即使未来能源格局发生变化，新加坡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战略地位，
很多国家拥有丰富资源，却未必成为世界中心，而新加坡却一次又一次证明，没有资源，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石油时代，它没有石油，却成为亚洲石油中心；金融时代，它没有庞大市场，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今天，新能源时代正在到来，它又开始尝试复制同样的逻辑。未来真正值钱的，或许不是拥有最多太阳能板，而是制定规则、连接市场、组织交易、管理整个能源网络。港口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而下一章可能改变新加坡命运的网络，不是公路，不是铁路，而是一张连接整个东南亚的跨国电网。过去，新加坡靠港口连接世界贸易，今天，他希望用电网连接整个东南亚。真正想争夺的，不是发多少电，而是让电怎么流，钱怎么算，规则怎么定。如果说石油时代，新加坡创造了一次奇迹，那么绿色能源时代，它正在尝试复制第二次奇迹。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绿色能源这场新赛道上，你觉得新加坡最有可能靠哪张王牌再次胜出？是成熟的金融体系与融资能力，是多年积累的电网管理和交易经验，还是它作为区域连接者的独特位置？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